平林，我们又来啦！这次我们要带你深入这座被低估的山城秘境，看看真正最美的平林是什么模样。从壮观绵延的茶山，到宛如侏罗纪世界的金瓜寮蕨类步道，这条最轻松的秘境路线，让你一边吸满芬多精，一边沉浸在静谧茶香之中。走完还有好料等着你，我们精选在地店家的招牌料理，从茶香入菜的创意料理，在地人推荐的养生午餐，到手作小点与下午茶，全都不放过。当然，不止美食，还有藏在山林水畔的超好拍茶山秘境，茶香与咖啡香交织出一种全新的平林味，保证颠覆你对平林的想象。这一次的平林，你一定从没看过。Hello， 我们今天又来到平林啦。上次走过平林老街之后呢，不是跟大家说我们要拍平林续集吗？那这不就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会加入一些自然景观的部分。首先呢，我们来到金瓜寮鱼蕨步道。那今天会带大家走一些比较精华的部分哦。那如果我们从这个金瓜寮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认这个流动厕所，然后呢，在这个附近停车，从旁边的入口下去就可以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边呢就是它最精华路段了，然后距离最远也只有850公尺，对我这种体力差人来讲呢，是 CP 值最高的。听说很漂亮，我们进去看一下。哇，我们才走不到20步，气都还没开始喘，就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象，像进入一个丛林秘境一样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侏罗纪公园？像现在这里啊，就是满满的都是蕨类，然后蕨类其实是一种很原始的物种，从很久以前一直到现在都有。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一只小恐龙一样，身在这个侏罗纪公园里面，然后旁边就是溪谷。等一下呢，我们到这个溪谷边呢，说不定还可以看到小恐龙在喝水，没有啦。那里有一个人躺在河岸旁边睡觉，他超内行啊，好舒服哦。可是我跟你讲，如果是阴天的话，要下雨的话，千万不要在那边河水暴涨。现在我觉得他比我还糗。我们现在走到这边呢，有一座木造的拱桥。那评论上看到蛮多人在这个地方拍照，还蛮漂亮的。我们来拍个几张吧。当我们看到这个路标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走到一半了。那其实这个路段呢，我觉得对于长辈、对于小朋友都非常友善，因为出口很多。你如果走到这边呢，开始觉得够了，那你就可以往上走，就到柏油路了。那柏油路比较平坦嘛，你就可以顺着走，走下去呢，就是到刚刚停车的地方了。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吧。你觉得走这一段累吗？我根本都还没喘气啊！刚刚走到这边呢，如果不要算拍照的时间，大概就是10分钟、10几分钟而已。这个地方呢是月牙湾，我们从步道呢弯下来，其实没走几步路就到了。它真的长得像月牙一样啊！如果你亲眼来到这边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所讲的。但是相机是有点拍不太出来。那它其实是一个河弯道的地方，这里风景超漂亮。如果有来到这边呢，可以来这边摸摸水，拍个照片。这真的像一个月亮的形状哎。我刚刚远远的看到好多水波，本来想说会不会是漩涡，想要走近看一下，结果发现好多的溪鱼。那其实平林这边呢是有护溪护鱼的，如果你来到这边呢，千万不要去捞鱼啊、捕鱼、钓鱼，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哦。我觉得走这一段其实不会很累，而且我觉得这个月牙湾其实蛮漂亮，比我在照片上看到漂亮很多，我是觉得蛮值得来的啦。天哪，这里面鱼真的非常的多。里面鱼超多的，哇，这个水超凉。
来月牙湾的路比较陡峭一点，所以要评估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气不好也不要下来，容易发生危险哦。这个步道沿途呢有100多种蕨类，有蕨类乐园的称号，而且走在这边呢，真的离水道非常的近，沿途都可以听着流水声，慢慢的散步，非常的惬意。我们刚刚从月牙湾回到中间路段的出口，走出来又回到我们路口，不到5分钟，超快的。要记得走上面哦，比较轻松。这个路口旁边呢有公车站牌 F722、F723蕨类步道，大家直接搭车到这里就可以了。超级推荐，现在好凉快，好舒服哦。我们现在来到坪林清水吊桥，那往这边走呢，其实就是傣鱼坡步道；往这边走呢是北势溪步道。它的步道系统是可以串联起来的，据说是全台湾最大最长的一个河岸步道系统。那大家不要想说来要一次把它走完，不可能的，它这全长20多公里哦。上次也有来这里，其实还蛮喜欢这个地方啊。从桥上看下去呢，可以看到好大好大只的鱼，那个嘴巴在那边哇哇哇哇，感觉好好吃哦。这一段是比刚刚的金瓜寮鱼蕨步道呢还要更容易亲近的一段，因为这个地方呢有蛮充足的无障碍设施，如果你是推婴儿车或轮椅的话，都可以很轻松的到达。那它同时呢也是一个很棒的骑行路线，如果你在对的时间、对的季节来的话呢，还可以看到萤火虫哦。我们看到这里还有坪林荧光季的活动，那不知道是要往很里面走呢才能看到萤火虫，还是步道旁边就可以？这边离车道其实超近的，如果这里就能看到的话呢，那真的是一个超棒的地点。对啊，车道一走下来就到了。我们现在来到坪林山上的仙公庙，来到这边呢，主要是要看它附近的茶园风光，还有如果你在天气好、清晨的时候来呢，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云海。那这个仙公庙呢，它其实历史也非常悠久，建于清光绪年间啊，距今有120年左右的历史喽。这里还有奉茶，那奉的当然是坪林的文山包种茶喽。好高级、好开心的感觉哦。这间庙宇主要祭祀的是吕洞宾，那他在过年期间呢是有提供平安餐，听说他的汤圆非常好吃。那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来呢，还是要来看风景的。往下走大概几百公尺呢，这边会有一个观景台，那我们现在过去看看吧。哦，这里好漂亮哦，可以完整的看到整个梯田。然后我们顺着这个下坡走下去呢，几百公尺就可以看到观景台了。好，我们去 ，Go。我们现在下来啊，到了南山寺的观景台。那这旁边呢都是茶园，景色非常的漂亮。我们刚刚之前一直讲仙公庙，仙公庙为什么现在又变南山寺呢？其实呢，最早它就是叫做仙公庙。那南山寺呢是后来才改的名字，因为在日本时期的时候呢，日本政府那时候蛮反对道教的，所以呢，他们就是用佛寺的名义啊，改名叫做南山寺，然后最后呢就得以保留下来了，避免掉被拆除的命运。啊，这里好凉快，空气好新鲜，怎么会有这么棒的地方？还有一个凉亭。那我觉得说，如果你泡一壶好茶，坐在这边野餐的话，真的太诗情画意了吧，忍不住就会开始想要吟诗作对之类的。我一直都不知道坪林这么漂亮而且这边展望的太棒，因为整个看下去就是一览无遗这里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思考人生的地方尤其是从这个景观看下去呢，它完全没有遮蔽，然后你可以看到山，可以看到茶园，可以看到梯田，还有蜿蜒的路，这个构图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其实不太看得到有什么房子，所以真的是很没有遮蔽，很喜欢这个地方列我口袋名单哦，真的好棒哦。
该吃饭的时间。我们现在在东木河茶庄这一家店呢，可以说是重机族的最爱。我们刚下车呢，就看外面停了好几台重机，而且它的停车场蛮大的，所以对于开车要来吃东西的人是很方便。哦，应该是这条路上最大的哦。这家店呢就在北宜公路的大路旁。那我是看到评论呢，大家都说很推他们家的茶油炖鸡汤，所以我就很想要来试试看。这一碗不错170，然后鸡肉量非常的多，而且看到那个茶汤的颜色啊，就是非常的吸引人。我跟你讲，我进来的时候看到老外在那边吃，他们很懂，也是在喝这个鸡汤这个汤的颜色真的有一点像包种茶的颜色，那喝下去呢是那种麻油鸡酒的味道，我好喜欢哦，也很浓郁。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是茶油，不是苦茶油，它们价值相差很多。3瓶苦茶油的价值啊，等同于1瓶茶油左右。那这个东西呢，因为你在坪林，所以才能够吃得到，不然呢，它拿来做餐啊，成本真的是太高了。它的那个料下得很足，它里面鸡肉非常的多对，而且啊，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啊，放面条啊、面线下去，然后他们就有这道菜，因为这个汤汁真的是很容易可以扒在面条上面的那种感觉。好吃，好假。我看到评论上有人说，他本来没有很爱喝鸡汤这种东西，可是呢，被他们家的鸡汤给惊艳到了。除了在现场喝之外呢，还买了冷冻包、真空包带回家。刚刚老板跟我们说，他们家的茶油炖鸡呢，就是用这一支茶籽油下去料理的，所以如果喜欢自己动手的朋友呢，也可以买这支回去料理。我们现在来到甲鼎茶庄古早味传统小吃，这间店呢算是这条路上CP 值很高的一间店。然后呢，我们一进来呢，就看非常多的蔬菜可以选择。那我们在这个新北的山区啊，如果没有吃猪葱的话呢，算是有点浪费的。这很多都是当地种植的蔬菜，所以我们就先点了一个猪葱来吃吃看。哇，它门口那个蔬菜真的是看了就很开心。这道猪葱还炒了蛋，闻起来特别香。你看那个猪葱炒蛋哦，上面黄黄的汤汁，我以为是蛋液，结果刚刚一吃，不对哦，它是鸡油，非常的香。然后再来是因为它蛋炒的也蛮多的，所以蛋香味也很浓厚。好吃的鸡油配好吃的鸡蛋去炒，真的超棒的。加上猪葱也非常的嫩，这一道要点起来。真的要点，真的好好吃哦。来到甲鼎必点的是这个卤豆腐，因为它这一份呢2大块才40块钱而已，而且它使用的豆腐呢是坪林这边老店的豆腐。那这边很多的店家呢都是使用那家店的豆腐，超级好吃。我们之前有在别家餐厅吃到那个豆腐，意犹未尽。哇，小孩抢到不行。它的豆腐卤的好入味哦，里面的孔洞虽然不是很大，但还是很会吸汤汁，而且它的豆香味也很明显。它的那个孔洞是绵密的。这一份是茶油蛋炒饭，这个色泽根本就是鼎泰丰的炒饭了吧？不过鼎泰丰配色，对，鼎泰丰是吃不到茶油炒饭。然后我们先来试试看，这炒饭啊有镬气有蛋香，但是又多了一个清新感，说不定就是来自于茶油的。蔬菜的种类真的很多吧？算一算，至少也是10几种啊。你不觉得这边餐厅都很好吃吗？我们现在来到新茶合一吃下午茶，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漂亮，有点小木屋的风格，又有点露营风，旁边还可以看到茶园。我们光拍照就拍了半个小时掉了。我们现在来吃提拉米苏，拍照拍太久，它都快融掉了。这个呢是铁观音提拉米苏，还蛮特别的，它都有融入茶的元素在里面。好滑顺哦，这个是大人味的点心。如果你不喜欢吃甜的话，这款你可能会喜欢哦，因为它茶味非常的浓厚。这是我们的相机福利包种提拉米苏，目前菜单上还没有啦，但是呢，有可能之后大家也可以吃得到哦。
好好吃哦！它这款的茶味跟那一款又不太一样，真的是很有必要两个都要出现在菜单上，而且要一起点下来吃。而且我跟你讲，这边东西看起来特别好吃，因为超好拍。你看，我还特地拿了一个这个摆在前面，这样的哇，真的是超好拍，又好拍又好吃。这2块蛋糕上面都点缀了芳香万寿菊，但主要是拿来观赏，还有闻闻它的香气就好了，拿来吃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吃啦。是包种水洗椰加，它是一款茶咖啡，把包种茶呢加入水洗椰加雪菲，一次可以体会到喝茶跟喝咖啡的乐趣。像我2种都喜欢，把它加在一起喝，不知道会怎么样，来试试看。这款正确的品尝方式是，你要先喝一口茶，之后再把浓缩倒进去。刚刚店家跟我们介绍说，他们包种茶浓度会泡得浓一点，因为浓缩咖啡加下去之后呢，才不会盖掉它原本的茶味。那我现在混合下去之后喝呢，真的是又有咖啡的香气，又有茶的香气，两个混合在一起。可是呢，你又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2种味道的分别，真的还蛮神奇的。是铁观音咖啡欧蕾，它还蛮特别。一般欧蕾我们都是喝热的，但它是喝冷的。那我们一样的就是不搅拌，先喝一口试试看。我还是觉得大家用汤匙挖着喝比较好，因为刚刚我直接一口喝下去的时候呢，对我来说是稍微偏苦了。那可是如果从这边奶泡挖下去呢，它有甜甜的香气，感觉应该是黑糖。这是丝滑茶奶布丁，我们来吃吃看。它真的超丝滑的，一点凝固感都没有，好厉害哦！我给大家看，哇！它茶跟奶的层次很分明，介于固体跟液体的质地之间。这是牛肉烤起司，其实这家店呢，他们最畅销的呢是早午餐，他们其实全天候都有早午餐可以吃，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来呢，你都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好吃吗？好好吃哦！它那个牛肉啊，就是非常的嫩，然后有一点胡椒的香气，然后再来外面的吐司呢，也不是一般的吐司，它是有点像起酥感那样子的。杯子里面好可爱啊，它是一座座的山脉眼睛再散步一下，又回到了北势溪步道。那其实刚刚在清水吊桥那边呢，我们刚刚讲过，一边是北势溪步道，一边是带鱼窟步道。那这边呢，就是从那里走过来的话，大概要花1个小时左右。不过我们今天偷懒一点，就是开车过来了，看看这个美丽的风景。因为这边真的蛮漂亮，蛮推荐的。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很多脚踏车骑过去，所以想说，提供一下大家丰富的内容一下，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走走这样子。这里的水好干净哦，碧绿碧绿的，好像翡翠一样的颜色，但是又清澈见底。那这边的树呢，感觉又是比刚刚那一段又更多了一些，所以走在这里真的非常舒服。像我们现在吃完下午茶又饱起来了，来这边散步散步呢，等一下可以再吃晚餐。遮阴又好，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应该夏天来应该也是很舒服的。大家如果想要找到这个地方的话呢，你 Google 大林桥就可以找到了。那我们现在往英子赖的方向走呢，这边的话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那你就可以在下面摸摸水，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而且呢，前方的树荫啊更浓密了，我觉得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很适合来这里避暑这边也蛮适合谈情说爱，你看那边。可是他们带了一个小孩带小孩也可以谈情说爱啊。也是哦。不对，带小孩都在骂小孩。从这里到清水吊桥那里的鱼啊，都比较大只一点，比刚刚我们在月牙湾看到的还要大只。不过还是一样不能钓鱼啦。就是因为不能钓鱼，所以鱼比较大只啊。有道理。我们散步呢，又可以回来继续吃东西。我们现在来到老街，这间凭感觉呢，是我们上次呢本来就很想要吃的名单。那今天也算是来这边的清一些遗珠之憾啊。我们现在进来里面呢，没想到别有洞天，它纵深还蛮深的，整个空间布置的非常漂亮。那我们现在坐到最里面的这个位置呢，有点像榻榻米的地方，然后配上外面阳光这样斜斜照下来，这个光影变化，坐在这里都吃东西真的是超享受的。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呢，就是要来吃它的挂包，茶香挂包。那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名字，一般我们挂包叫做虎咬猪嘛，但是因为它这个外皮呢是用包种茶去做的，所以这个挂包呢它叫做茶咬猪。这个卤肉的色泽呢，像是琥珀色一样，非常的漂亮。那它是用红茶去卤的，我好想赶快吃一下，知道它的滋味是如何。它里面用的生菜也不一样，好棒哦！它的卤肉非常有焦糖感，好好吃哦。那虽然说你看它蛮肥的，可是因为加了茶的元素在里面，一点都不油腻。它挂包的本体有点 Q 劲，那吃起来非常的香，稍微的有一点点茶香味。不过你整个搭配起来，因为卤肉的味道比较重，所以会把茶的味道稍微盖过去一些。那我觉得它搭配生菜呢，真的是神来一笔。尤其是现在大家呢，就还蛮喜欢吃轻食的，它比搭配酸菜来的更清爽一些。这个是凭感觉的茶，我也凭感觉来喝一杯看看。喝的这一款呢是蜜香红茶，它闻起来真的有一个甜甜的香气，但是喝起来呢没有甜味却不苦涩，很顺口。凭感觉请星星面包店的职人制作的茶卡龙，只有这里跟星星面包店吃得到哦。我们来试一下。哦，好好吃哦！它真的可以吃得到茶的香气，而且是尾韵啊，慢慢的沁出来，越来越多的那一种。茶的牛轧糖，它的来头也不小，是坪林一家叫做祥茂的店家制作的。听说全台湾呢10之8九的茶糖果啊，都是来自于祥茂。对，在星星的附近而已，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就一网打尽了。这边除了是一家餐厅之外呢，它其实还是一个青创基地。像我们一进门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展售了一些跟茶相关的制品。这里之前呢，其实是一个闲置的老房子，那后来呢，整修成这么漂亮的样子。那我们看到原来那个闲置的样子，我们也吓一跳，因为现在真的是超漂亮的。我们附上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间是幸福小厨，我们上次呢有来拍他们家的百年石头厝，那很可惜上次没有在这里吃到东西，那这次来吃他们家的茶油面线，在网络上评价是很好的。我们今天其实吃了蛮多家，可是其实就是我们特别找一下说，每一间有什么特色，就给大家吃一下。这个茶油面线啊，除了它的油以外，面线本身也可以吃到茶的香气。那我刚刚问了一下店家，说他们家的这个面线呢是茶粉自己磨的，然后在委外去制作这个面线哦。听说新宇他们那个茶粉也是从这边来的哦。你刚刚在拌那个面的时候有够香的啊！哦，我也好喜欢这间的环境，因为它那个石头做真的很漂亮，而且这样子纵深看进去真的很美。我们上次有吃第一香的冰淇淋跟茶酥，他们的茶味真的是非常浓，所以这个面线呢也是一致的路线。但是呢，它要做到不会抢它原本的这个该有的香气味道，做得蛮平衡的。我们现在来到品怡茶果子，虽然说上一次已经拍过了，但是呢上一次没有吃到季节限定的冰淇淋，所以这次呢想要来吃一下他们的茶冰淇淋。我们来吃吃看。这包种茶双擎，它的茶味超级香浓的，里面呢加的是纯鲜奶，它跟茶味融合的很好，所以呢你不会觉得到很苦涩，可是又可以感觉到它的茶香。要吃哦，对，来一点就好。这是坪林老街茶叶蛋，其实我们对它很熟悉，因为疫情的时候呢，我们还蛮常来坪林的。而且它很勤劳，大家都没开，但它就是有开。而且小孩一来到这边啊，就会往里面冲，因为里面有很多那种有趣的那种铜碗这样子。我们来试一下，试试看。其实坪林这边啊，一直下到宜兰啊，茶叶蛋一直都非常的有名，因为这边就是产茶叶的，所以茶叶蛋会特别的香。它卤得很进去，名副其实的茶叶蛋，完全就是很有茶香的那一种。
跟大家讲茶叶蛋最好吃的状态，我自己觉得啦，里面要有一点湿润度，那个茶叶要进到那个蛋黄里面才会更好吃。那我觉得像这个平林上面也有一间那种茶叶啦，也是很好，茶叶蛋很好吃。那像这个也是有浸润到里面，哦，好好吃哦。对，吃这个不用配水。这间店叫做有种茶。我们上次来到平林的时候呢，有遇到一些茶青农，他们邀请我们来到他们家喝茶。那很可惜，我们今天来的不是时候，他们没有营业。那这边呢，除了提供餐饮之外啊，它也是一个文创基地。那欢迎大家就是有空的话呢，来这边支持他们一下，因为我觉得返乡青年呢是很需要鼓励跟支持的。我们现在来到德智茶园，上次跳过它的茶柜没有吃，被大家骂翻了。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茶柜了。那今天我们选吃一个萝卜丝的口味。其实我们上次也有阿公他们也有买啦，只是说我们刚好拍别的了，来吃吃看。哇，它的果体好软好 Q 哦，然后我刚刚在吃的时候拉的快要像起司一样的长了。然后它的菜包蜜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香，这个很厉害，一定要来一颗。你单吃它的果体的时候，还可以吃到茶叶磨成粉的颗粒感。我们现在来到东城茶行，等一下呢，我们准备要开车回家了，所以来这边买一杯手摇饮。这样说好像不太对，应该说是外带的现泡茶，因为这边的茶叶呢，它都是有产销履历的。那其实我们在周围看了一下，都完全没有手摇店呢。因为如果你来到平林啊，没有喝它当地的茶叶，就是有点太过不去了，没有意思。如果你跟人家讲说跑到这个平林然后喝清新，你会被笑死，有点奇怪。喝了这杯茶，我想到一个广告词：现泡回甘，这个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平林喝了不少茶，也看见许多默默耕耘的人，只为了让大家喝上一口好茶。接下来就是春茶的季节了，大家不妨找时间来走走，品茗聊茶，感受这片土地的用心。其实，在6月7号、8号会在那个希望广场，这是第1个礼拜，然后第2个礼拜、第3个礼拜陆续会在平林的主场。就连续有2个礼拜都买得到，那当天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活动，其实邀请大家一起来平林走走，喝好茶，支持台湾农产品。哇，感谢老板娘啊！这里有蛮多有趣的伴手礼，像是这个茶梅饼，还有刚刚老板娘有请我们吃茶梅片，它是台湾的茶跟台湾的梅子，完全不输日本有名的那种梅片的口味。然后再来呢，茶不是只有可以吃而已，还可以带回去泡澡。那这里的伴手礼真的是还蛮有趣的。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总结一下吧。今天的内容呢，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元。那尤其是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啊，重复的2刷了，但是呢，还是认识到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平林。那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呢，除了老街，然后吃吃美食以外呢，还可以看看平林漂亮的风景。这边风景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哇，山上是会美成这样子，被他惊艳到了。我觉得平林真的是一个宝藏地，1年之内呢来3刷4刷都不是问题。尤其是呢，它台北市开车过来也不会很久，然后离交流道又近，是个放松身心的好地方。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大家拜拜。